大家晚上好，有沙发，有早点点赞，感谢啊，这都是提前10来分钟点赞做的。话说之前那个谷歌邮箱后边加数字啥的，其他地方也可以这么操作吗？比如注册游戏账号，应该是可以的，但是它要看不同的游戏对这一块的要求不一样。等一下，我要先去发个 Twitter，先得招呼一声。对，这个发送推走你，然后 Notion 不对，这个叫 Discord， 好嘞，然后我们开始今天的老范读评。19个人，没问题，咱们开始。第一条，创始人模式和管理者模式之间的差异。有人说了，员工视角呢，创始人模式等于牛马，经理人是职业经理人等于按照 JD， 也就是 Job Description 干活，多一份事情都多一分钱。这个事儿呢，怎么说？就是其实没有那么绝对了。创始人模式呢，很多人觉得是牛马，是因为有些公司会用这种主人翁意识呢，去忽悠员工，对吧？但其实呢，大家主人翁意识干了活了，最后钱没收着，对吧？分钱的时候你就不是主人了，对吧？你就是这个奴才了。至于职业经理人呢，也绝不可能按照 JD 的事情去干活，总还是会有私心。就是人这个东西呢，还是有自己真正想要的一些，有一些这个个人的想法吧。你说完全让他剔除私心杂念，变成螺丝钉，这件事儿呢是不可能的。呀，塔主，点赞点赞，还没开始吗？开始了呀。都吃月饼了吗？哎呀，我们家的月饼后来看了看，上头有那个叫什么先氢乙酸钠还是叫什么东西，然后让我都给扔了。范老兄好，大家好啊，这个是声音咋听着有点现场收音的感觉哦？是吗？等我研究一下。哦，真的有，没连上呢。哎，现在应该好了。待会儿别人听起来呢，我今天在外面不知道网络是我的问题啊。刚开始今天来的很早，对，这个声音确实是有一些问题啊。现在应该好了。边玩战雷边听，没问题了。对，不一样了，是的，就刚才是用的Pocket 3直接收音的，现在呢等于是把这个连上去了，它就直接好了。好，我们继续。Cursor， 因为首先是有很多人来纠正我的读音啊，这个好像是人家说，大家好像一般给我标的中文是 Cursor 啊，是好像是这样吧，反正我是读不太准。这个反正尽量会改正啊，就是你们纠正读音没问题。这个虽然我不一定能保证自己改得过来，但是还是虚心接受。Cursor 相关的评论，第一个，业余程序员的核心不是写代码，
啊。业务程序员的核心不是写代码，而是对于业务的把控。对于操作系统程序员来说 ，AI 就无法开发操作系统内核的稍微复杂的中间件，它都无法开发的。这件事儿呢是这样，我并不认为说我们应该把它们分成特别详细的或者特别认真的分成业务程序员、操作系统程序员、底层程序员、中间件程序员啊，这个事儿其实没有那么容易。而大家程序员遇到的问题其实是一样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业务逻辑？你即使在操作系统上，你其实实现的也是业务逻辑。我需要如何分配内存？我需要如何去确认权限？我需要如何去优化我的存储空间，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它的业务逻辑。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是什么？第二部分是我们应该如何实现这些业务逻辑，对吧？你比如说是通过函数来调用啊，通过函数库来调用，还是说通过一些 API， 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来调用，对吧？这个其实是所有的程序员都面临的两个问题：第一，我要干嘛；第二，我咋干，对吧？那么对于这件事来说呢，AI 其实都是可以搞定的啊，即使是中间件程序员，其实也是一样啊。中间件程序员其实更像业务程序员，对吧？就是他会去处理各种复杂的业务逻辑，然后呢，在中间件的这种有限的平台上，在中间件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上，然后再去调用各种相关的这种接口，然后实现相应的功能。而只要是涉及调用接口、调用各种的类库、调用底层的代码这块了，AI 永远比人记得明白啊！你让他去提示你做代码这个事儿一定是好使的。所以呢，不要把别人这个说你们做业务的这个事儿不行，就跟我们以前说这个所有做前端的程序员你们这帮人写网页的，你们就不算程序员，对吧？不要瞧不起别人啊。再往后Cursor。AI 对于有经验的程序员的帮助还是要远远大于初学者。程序设计仍然还是一个庞大复杂的、需要大量实践反馈的知识体系，并非几个提示词可以概括的。不过，利用 AI 来自主学习已经表现出了非常高的效率优势。这件事情呢是这样，就是也不一定 AI 就适合于那些有经验的程序员啊。因为我见过一些很有经验的程序员，很老牌的程序员，他们是拒绝改变的。这个就跟每一次有了新的工具上来以后，真正的那些老师傅，他们是不会去转行的。他说我一定要用原来那个东西只有这个东西才用得顺手。很多的人到现在为止写程序还是使用命令行的，他连 IDE 都不用，对吧？但是你不能说这些程序员没有经验不会使，对吧？这个他们也是很有经验的程序员所以 AI 对于这些有经验的程序员来说未必是福音，而对于初学者来说的话，他们反而可以经过简单的训练之后，就达到一定经验程序员的水平这个其实反而对他们有好处。再往后是有人说 DeepSeek 是能用的因为我上一次在讲这个节目的时候讲 DeepSeek 我没调通后来呢看了一下，它大概这样就是你直接把 DeepSeek 的这个叫做模型呢设置在 OpenAI 这个里边，因为 DeepSeek 使用的是 OpenAI 兼容的 API 格式，所以呢告诉他说我现在是使用 DeepSeek 的然后呢我是用的 OpenAI 的代理地址写的是 DeepSeek 的这个 API 地址，然后呢是把 DeepSeek 的这个叫做API 的这个 token 直接写进去，然后就可以用。这个反正我没试过应该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尝试过把这个钱多多封装的 Cloud 3用 OpenAI 兼容的方式直接挂进去了，效果还可以再往后说要借助 AI 去实现使用者脑子里的想法，前提是使用者脑子里必须要先有想法，然后实现的步骤才能够得以展开。而这个想法的生成前提是要对特定的领域形成系统化的认知结构，这个过程就必须对特定的名词和符号背后的概念进行学习。就好比你想让接收信息的人知道你要传达什么，你需要首先知道自己在表达什么，
表达者要表达者是传达不出他自身不知道的东西的，而在这种情况下，接收信息的人也不能确切的猜出表达者要传达什么，因为这种情况下那个东西其实是不存在的。这个里头呢分两部分要去反驳一下啊。第一个部分呢，其实我们使用 AI 干活的时候，甭管是我们让 AI 给我们写文章，AI 给我们画画，还是 AI 给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其实大部分人的脑子里是没有一个完整概念的，这是一个相互沟通和碰撞的过程。就是你比如像我画画吧，我也是，就后边这幅画其实是我画的啊，我告诉他说是一个我后边好像是一个程序员的工作室，对吧？然后后边窗外是一轮巨大的月亮，啊，这个我描述了，但是呢，我没有描述说你应该有几个显示器，是不是应该有几个时钟，然后是不是合理？你看他给我画了3个时钟，还是指向不同的时间，对吧？它其实是不合理的。然后你在这样的房间里头，旁边还放了一个球形的灯，这个事儿其实也不合理。然后所有的设备呢，有的是在这个不同年代生产的啊，这个事情其实合理性也那么差，也不是那么好吧？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是什么？就是我们先让它画，画完了以后呢，再去不断的修改或者再去调整，得到最终想要的一个结果。像很多人写小说，很多人去做这种叫做游戏的时候，我们都会干嘛？先画一幅原画，这是当前的这个场景，我把它画出来，画完了以后呢，让他照着这幅画再去写。所以呢，整个这个生成过程不是你先想明白了，再描述清楚，然后再生成的，而是你先想个大概，你告诉 AI 以后，然后 AI 呢，去给你实现出相应的一个粗糙的结果。然后你在这个基础上再去调整，然后不断的去趋近于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把你自己的想象呢变得更加的清晰出来，对吧？这是一个相互碰撞的过程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表达者传达不出自身不知道的东西这件事儿呢。正好我最近在开始看这个《知人之上》这本书啊，看了1章啊，还是看了半章吧。然后这个里边呢，就有一个点讲的是什么？他说信息这个东西跟真实本身没什么关系啊。他举的案例是什么呢？就是占星术师，对吧？占星术师，你看着满天的星星，说，哎呀，这个你明天出门摔一跟头捡一钱包，对吧？这件事他知道吗？他不知道啊，但是他照样可以表达的很明白，然后信誓旦旦的说，你要不信我的话，你出去摔一个试试，对吧？所以这个真实与表达这件事本身是没有关系的啊。要不是正在看这本书，后边这半截的答案就没有了。好，我们再看看，明天组织检查，一边补材料一边听老范，好吧？明天组织检查哈，好吧，看看到底检查什么。老范每期背景都设计的很棒，太太给的图片创意吗？没有啊，就是我自己画，自己想什么就画什么。对，这个晚上好啊，先赞再看啊，感谢感谢。好，我们现在有83个人了。好，我们继续啊。信创检查呀，好吧，这个事儿我不懂啊，超出我的认知范围了。这个是不是瞎搞这事儿我们不知道啊。好，继续读评。上一期读评里头有一条评论，说国产手机啊很喜欢堆料，从摄像头到屏幕电池，现在卷得更厉害了。但是我个人认为，他们如果不卷下去，手机根本卖不了高价，更没有人买了，所以只能拼了命的给手机找亮点，找创新，因为他们也知道自己家的手机，他们自己也不用，都是偷偷用苹果的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堆料这件事儿跟卖高价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对吧？什么时候才能卖高价？是可以卖出品牌溢价，才能叫卖高价。你如果靠堆料的话，始终是个性价比。你看我的屏幕比别人大啊，我的这个镜头分辨率比别人高啊，我的这个屏幕的显示分辨率也比别人高啊，刷新率比别人高，电池比别人大，所以你应该多付一点点钱。那你这个大了，有人做的更大啊，或者说做的同样大，我还卖的比你便宜。所有堆料其实最终都是在拼性价比。那什么情况下需要堆料呢？就是你没有形成品牌认知的时候就需要堆料，对吧？你设计没有风格啊，没有人会因为是这个牌子所以才去买你们家的产品，这个时候就只能堆料了啊，这个就没有办法啊。至于说他们是不是自己家里人都去偷偷使用苹果了呢？小米的人应该用的基本上都是小米啊，OPPO、vivo 也是如此。华为呢，除了任正非在明目张胆的用苹果，然后他们家人可能有用苹果的，但是华为下面的员工大部分其实是用华为的，对吧？你下面的人你不用华为的话，这个可能会被抓住了以后做一些这个有一些处罚吧，但是这个呢都属于潜规则啊，不是说绝对不让用啊，但是他们也不至于偷偷用。现在就是这些国产手机呢也将就能使，并不是说绝对使不了。好，继续，对赌协议杀死中国 GPU 独角兽这一期，这期我看还是蛮多人去提出质疑的啊，有人说了，说对赌协议回购没啥问题啊，但是穿透到个人就很奇怪了。中国没有责任有限责任这么一说吗？那肯定有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其实一样啊，也是形势比人强。你比如说你现在签的对赌协议，他们呢就是我们对赌协议其实分很多层级啊。第一级是什么呢？就是要求回购是以公司股权为回购，就是跟任何人都没关系。如果实在不行了，我们就直接的这个什么了啊，直接的就做成这个破产就完事儿，破产清算了啊，这个跟个人就没关系了。但是呢，这里头有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注册资金是不是实缴了？比如说我注册了一家1000万的公司，然后呢，注册资金完全是认缴，1分钱没缴进去。然后这个股东呢，这个创始人还在里头占了80%的股份，啊，那你责任有限的话，他也得把这800万交出来，然后呢才能够责任有限，对吧？所以责任有限这个事儿不是随便说我把公司一关门就完事儿了啊，他注册资金还是要缴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说，我现在实在太缺钱了，对吧？我公司就是玩不下去了，然后别人都不愿意给我钱，啊，那么这个时候有些投资人就会提出来说，哎，可以把钱给你，但是呢，你必须签个人连带责任啊，这个事儿你放在这儿了。那有些人说，那我就签了吧。有些人说，你搁在这儿，我就宁可让公司死掉，我就不签，对吧？那这也是双方的一个选择。那么有些人就选择签了啊，那么签了以后呢，这个责任有限，这个保护对于他来说就没什么价值了啊，他就老老实实的要去进行个人连带了。家里卖房卖车这个事儿就蛮多了。像我们以前管这种对赌条款呢，叫做跳楼条款啊，就是很多创始人跳楼都是因为这个条款啊。然后这种条款呢，其实怎么说呢？大多情况下，大家并不会真的要求他去执行，而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公司真的玩不下去了啊，玩不下去了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事儿怪我啊，这个可能几百口的人甚至几千口的人指望我吃饭呢。对吧？我让大家失望了，然后这样的人他就会去跳楼，啊，这个其实就是跟逼他回购、逼他成为这个被执行人这件事儿有关系，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大啊。再往后说，UP 主说到关键点了，国企投资是最没底线的，会弄死所有他们参与的初创公司。估计几年之后，所有初创公司都不敢接国企的投资了。这件事儿呢，其实是分2个层面来讲啊。第一个呢，就是你实在没钱了啊，你也会去接啊，这个你还是希望做事情的。这个呢，每一个人会去平衡啊。有些人说我很有才华啊，我就算没钱了，我饿死了啊，我到国外去找美元投资去，我移民了啊，那么这个事儿呢也可以。但有些人说我就是出不去，我就得在国内做，然后呢，国企的钱他也会拿。这个就不一定说是国企的钱就没人拿了啊。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是他有骗子啊，骗子这个只要有钱他就会拿呗，他也没惦记把这东西做出来，对吧？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当然还有一块是什么呢？就是你们觉得为什么国企的钱啊，或者国资的钱，这个在最后要求回购的时候都没商量，就一定会让你回购？原因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我在很多的节目里头呢也讲啊，当然我讲的可能不是特别客气，我讲的是这帮人呢叫做不计个人荣辱，对吧？一般这个我党的干部准备出尔反尔或者说不要脸的时候，我们就叫不计个人荣辱。但其实啊，这个事儿也是逼着没办法啊。怎么讲呢？就如果你真的允许他把这个钱弄没了，对吧？或者这个钱没有了，不需要有任何人承担责任，那这钱还轮得到这个创业企业头上吗？根本轮不到啊，他们自己就揣兜里了，对吧？揣兜里以后，反正把钱弄没了，你也不需要我承担任何责任。我最后说愿赌服输，我投完了以后，这个项目就败了，就算了，对吧？那他们乐死了。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原来都讲着小偷公司里边的规矩最严啊，所以这个国企呢，对于回购这一块一般要求是很严格的啊，因为你一旦把他们的钱弄丢了以后，他总要去证明一下我是清白的，我跟他们没有关系，弄丢了钱跟我没关系，所以他一定要表现出来这个很强势的要求你去回购这件事儿，对吧？这个反正也是一个比较奇葩的因素造成的吧。好，继续，对赌协议杀死中国 GPU 独角兽啊，说都是骗研发投资，补贴而已，没人真的研究。这件事儿怎么说呢？像他们这个象地仙这公司呢，我觉得骗补贴的这个嫌疑是比较大的啊。但是这块是这样，就是做，叫什么呢？做 GPU 这块本身的门槛其实并没有那么高，IP 都是现成的啊，你拿着 IP 回来改，甭管你是买 ARM 的 IP 还是买这个，其他什么家的 IP 啊，都是可以去用的。对吧？包括英国这些 IP，就有很多的类似这样 IP 都可以买。买完了以后呢，人家也给你开发工具，你稍微的调吧调吧，然后呢，再找到这种芯片厂，比如说像台积电这样的啊，给你去做一下这个流片，做一下封测。如果你真的有关系能把它卖掉啊，这个事儿呢，也不能算是不对，对吧？就跟以前大炼钢铁一样，就是你真的把这玩意儿烧了，然后炼了，它也是个铁块，可能就差点，对吧？但它还是铁，你并没有炼出铜来，也没有炼出铅来。所以这件事儿呢，不能算完全的骗补贴吧。再往后啊，说基金签对赌本身没问题，但是问题在于，既然都对赌了，那要投资经理有何价值？他们也不去筛选项目、管控风险、投后管理、承担风险了，他们的工资直接按月薪3000安排。项目成功了，也没有任何奖金分红，所以收益归 LP 所有，这才是权利义务对等啊！这个朋友呢，我觉得你对投资这个行业有极其深远的怨念吧？这个是项目经理把所有该干的活啊，投资经理把所有该干活都干完了啊，筛选了项目，管控了风险，投后也做了管理，然后呢，也承担了一定的风险，但是他们一般不会承担大的风险啊。然后同时呢，你说我还可以再做一个对赌协议，再加一个双保险，这有什么不好的吗？对吧？大家都是这么干的。那你如果说让他每个人月薪3000，对吧？然后没有任何收益分红的话，那他为什么要认真的做前面这些事情呢？你把好几亿、好几十亿的人民币、美金交给他们去投，你放心吗？对吧？这个事儿，我觉得很多事情想的不要太这个什么了啊，不要太这个极端。你比如说到最后，这个项目投成功了以后，然后发点奖金或者随便绩效打个 A 就滚出来的这种，也有啊。我原来就这样啊，我在猎豹移动做投资的时候，投到好的项目或者做的还不错，就是年底绩效考核的时候打个 A 就完事儿了，对吧？其他也没有什么的收益奖励啊，对吧？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我就只能干了一段时间，跑出去自己做基金了嘛。那么这个就是才叫权利义务对等啊，这个，所以就是掌握钱的人千万不要苛求啊。
再往后啊，说我觉得需要对赌协议，谁知道你是不是 PPT 公司呢？都像贾跃亭一样骗钱呢，啥也拿不出来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对赌协议其实对于 PPT 公司是没有任何约束的，因为人家就是拿第一笔钱，拿完了以后人家跑了，后边的钱我就不惦记了，对吧？你需要我这个实现对赌的时候，我就直接破产，我就直接把公司一关就完了，或者我人跑国外去了，你拿我也没办法，对吧？这个贾跃亭做了这样的协议，拿了这么多钱，他其实也签了很多对赌协议啊，他甚至很多的协议都是这个个人连带责任都签了，对吧？那最后人家不照样跑吗？所以对赌协议这个事情，真正有威慑力的是真想把活干好的人，只有对他们才有威慑力啊。对于想骗钱的人是没有任何威慑力的啊。好，我们继续。就像三折的处理器，那是几年前的制成，能一战吗？良率也是个问题，真不知道高价买回来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单靠爱支持。我估计那个19999的东西呢，都是买了送领导的啊，这个谁自己买那玩意儿？我觉得以后呢，咱们就跟那个表哥一样啊，看着谁拿出这种东西来，咱们就看，哎。那个领导举出一个三折屏来啊，那么他这肯定是有问题的，有人给他送礼了，因为以他们的收入和工资，就明面上这个钱，他不可能去买这玩意儿啊，这样就挺好的啊，让他们这些领导就用三折屏，这个直接无处遁形就可以了。原来那些带着什么欧米伽呀，带着各种什么手表的人，原来会被认出来，后来是皮带啊会被认出来，现在好拿个三折屏，我认出你来了。那么老大个儿，对吧？好认。范老师，我也想在油管直播，但是我怕这个事儿，你怕就别直播呗，不怕就直播呗，这事儿你跟我说有啥用啊？然后传递这个搭建方式是违法的啊，这个你自己播，你只要别胡说八道，其实没人管你，也没有人有空管你。堆料内卷利好消费者，但是堆摄像头数量有点没必要。我就非常想买一个单摄的顶配处理器的机器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堆料呢，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没有什么好处。为什么？因为手机的核心其实是软件。如果你真的把硬件堆上去了，那么它一定是会把软件做得很烂。因为你堆了料以后，你就一定要追求性价比，你就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做软件研发、软件的这种打磨，你就没有时间也没有钱啊。那么这种手机通常是很难用的，你就是堆再好的料都很难用。至于摄像头这件事儿呢，它没有办法，对吧？大家希望说我有一个摄像头可以这个拍到某一个焦段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别人还说我们想要这个叫做什么啊？近焦啊，有人想要远焦，那么这种东西只能是做更多的摄像头啊，这个没有什么招儿，甚至现在还有很多的手机是4个摄像头的，但是第4个呢，就是不是那么明显，第4个实际上是做的这种深度计。稳中向好啊，不计个人荣辱，以大局观为重啊，是咱们现在这个中文已经被污染了。大老爷们儿，也是要向上负责的，是啊，这是肯定的呀，向我们家领导负责。吃到20分钟，正在1.5倍追赶啊，那你应该很快就能赶上，因为我们刚开始没多一会儿啊，现在才140人啊，没关系，点赞点赞。老范又赶上了啊，中秋快乐啊，中秋快乐，中秋快乐。三折屏一波三折，寓意不太好啊。这个怎么说呢？反正这一次三折屏呢，国内有一些声音，但是呢，也没有什么大响动出来。现在唯一的就是说三折屏可能就付了黄牛了啊，下一个可能真正能拿到三折屏的就是各种领导。然后呢，各手机厂商呢也都没有再说什么，就让华为自己在那折腾。小米有可能会跟啊，然后荣耀应该肯定能做出来，但是真的没有任何意义，没有任何价值。现在
什么傅盛啊、周鸿祎啊这帮人天天拿三折屏盖这个泡面碗，对吧？这个你真的举这样的一个全打开了这个手机，你拍在脸上，完全没有任何必要啊。三折那后面是八卦，原来是用来震他们的嘛？这就不知道了啊。这个反正各种的民族文化吧。三折屏是卖到3折就可以出手了，其实不太会出3折的这个机器啊。你像它华为前面出的折叠屏手机到现在也都是挺贵的，为什么？因为它卖的量其实很少，就没有那么多的手机需要拿出来再去二手销售。还一个呢，就是这些手机最终其实是到一些领导干部手里面，他们呢其实并不太敢把自己的手机拿出来卖，因为他们搞不清楚里头有什么东西。所以二手市场上的这些折叠屏手机很少，而且另外一个就是折叠屏的那个屏幕本身的寿命是很有限的，所以他们一般赶不到了卖二手的时候，这个手机就没有了。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这种问题就不能问，你不明白吗？前面点了你一次了。谣言是苹果新手机在大国网上又卖爆了啊，挤爆了下单服务器。这件事儿呢是据说挤爆了啊，但是很快就恢复了。三折屏手机呢，据说是东拼西凑，到现在预定了500万台啊，500几十万台。然后呢，苹果手机呢是这个销量大不如前，一周呢只定了大概几千万台出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数，3000多万还是几千万，我忘了。但是那个数我具体的没有看，反正是肯定比那三折屏多了。而苹果这个数呢，肯定是会实现的，而且未来还会继续涨。15的月亮16圆啊，这个反正昨天没看着月亮，昨天北京阴天，今天到底有没有月亮不知道。预约那么多，大家想当黄牛割别人的韭菜，看看有没有人砸手机啊？这个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因为这个手机本身产量和销量都不会太多啊。那么它的这种预约呢，你只要不让他去交完整的定金啊，所以这个数就可以随便看啊，就可以看得很开心。最后呢，大家都没有这个什么损失，只是看了一个好大的数字就完了。至于它最后具体卖了多少个，华为也不会说啊，最后大家也不会惦记，对吧？就像这个喊了这么半天，华为鸿蒙 Next 啊，要做纯血鸿蒙，要把安卓干掉。现在华为的非凡大师出来以后，依然用的是传统的鸿蒙系统，还是兼容安卓的，还是可以使用安卓应用的，对吧？所以华为这帮人呢就很二，就是要很坏，他们啊，就是炒了一大堆这种概念。然后把大家搞得热血沸腾的，最后呢拿不出东西来，啊，就跟他们原来讲的这个中文这个编程语言一样，传了3年了，最后自己拿出来的还是英文的，对吧？然后也就没声音了。想起个事情来啊，老范啊，企业杀毒 Note 32怎么样啊？这个还是选卡巴，谢谢啊。这个我对于企业安全这块真的不懂啊，你自己去思考到底用什么吧。大疆推出无反相机的传言怎么看？这个事儿呢，反正大疆现在也是不停的推。上一次呢，就说要出无反相机啊，有可能出这个 Action 5 Pro， 结果上次呢出了一个大疆 Neo， 就是那个特别小的那个小无人机。然后明天晚上呢是又开发布会，明天晚上出的是 Action 5 Pro， 然后呢这个因为我原来有 Action 4嘛，这个我现在已经准备去以旧换新啊，换那个 Action 5 Pro 去了。现在我也找了一家门店，交了100块钱定金，然后到时候我这个去以旧换新的时候呢，这个 Action 5 Pro 就可以，就是我那100块钱可以当200块钱使啊，这个准备明后天去把它换掉。
至于无反相机呢，我不确定啊。其实大疆是有类似这样的产品的，但是呢，他们是摄像机，就是大疆有一些这种专门进行拍摄的这种设备，挺贵的，就是它可以举着，然后那个前头是一个可以换镜头的一个这个摄像头啊，非常大的一个摄像头。现在很多的这种电影实际上已经是用这样的设备来去拍摄了，效果挺好的啊。这个因为它后边整个的这个就是云台系统是大疆的，然后前面它就自己带了一个自己的这个摄像头，然后可以换镜头。大疆现在一直在推它的镜头，大疆也有一整套镜头系统，就跟什么索尼啊、这个尼康啊、这个佳能是一样的啊。因为大疆是投资了哈苏，我印象里，所以它好多东西就是跟哈苏是一样的。至于它到底会不会出无反相机呢？我觉得不太会啊，也难说啊，也没准出来呢。嗯，国内其实做过无反相机，就是原来小米投资了一个公司叫小蚁，他们做了一款，后来可能卖了没几个，实在卖不掉就拉倒了。因为这种东西其实挺难卖掉的。美丽小折叠只是横折一下，使用逻辑就优化不明白了。先把小折叠玩明白了吧。三折除了看剧，哪有什么场景啊？后来三折好像放了一个照片出来，然后觉得大家有场景了。什么呢？找了一个美女的照片，然后腿特别长，然后在那个三折屏上完完整整的把那条腿亮出来了。哎，说这个可能还有用啊，但是也就如此了，对吧？范老师，我现在要是有机会进国企，但是要放弃现有的工作的工龄，就是没有赔偿啊，应该去吗？这个我没法给你这样的建议啊，这个还是要看你自己的思考。我现在只能说，如果你想出国，我会鼓励你。但是你说我在国内从一个私企放弃工龄去国企这个事儿，没法给你什么建议。今天的悉尼街头看到小鹏汽车，这里国产电动车 marketing 做的很厉害，买的人也越来越多啊。这个事儿，那卷呗怎么办呢？哎，澳洲现在准备对中国电动车加税了没有？这个好像欧洲加了，美国加了啊，这个其他地方澳洲不知道，有可能会加，加拿大也加了啊。这个如果澳洲加了税以后再看，其实这种车就算加税了，还是便宜啊。怎么看苹果国内配置阉割的问题？是不是以后得买外版了？哎，这个没办法，对吧？那就阉割呗。你买完外版以后，在国内没法使，因为国内不支持 eSIM 啊，这个事儿就很讨厌。华为现在也是没办法找到增长点了，三折屏肯定不会有太多人买单，估计最后只能打三折往外卖啊，应该不会，它少造点它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2万块能买一套苹果全家桶了，啊，这个买不了啊，2万块苹果全家桶还是差的比较远的。你像我光苹果电脑就2万多，不到3万，然后手机1万多，那个平板1万多，手表还要3、4千啊，这个才算苹果全家桶。真的是第一次赶上直播，历史视频已经挑着翻了1半多了啊，老范牛啊，这个经回首，好吧，这个名字是看着比较新啊，算你第一次吧。第一次赶上直播点赞，你这都多长时间了？你回回都第一次，好吧？突然想起来这事儿啊，可能半年后会上，赶上就问问你这个前辈啊，这个不算前辈大神啊，咱们就一块聊天就完了。有第一次赶上直播了，这个你是又第一次赶上了吧？这个晚上好啊。今天美联储会议啊，这个50个基点，对吧？把它干掉。前2天是俄罗斯直接加了100个基点，对吧？大家现在玩的就是一个不负责任。三折屏完全回到前几年翻盖手机的庸俗化设计上去了。
年轻人别说没钱买，有钱也看不上，太土了。反正我也是觉得挺土的啊。大疆加入了 L 卡口联盟，按理说会基于松下适马的和徕卡的 L 卡口发布一些机型，这个看吧，其实不好说。大家对欧洲加电动汽车关税的谈判不得要领。王文斌说：“这个深感失望。这个他这种反正加就加吧，那咋办呢？”上海很多大国企都开始末位淘汰、赔偿、开除、走人啊，这个是这样。国企也不养闲人，对吧？而且是打分制末位淘汰，全凭领导心情啊，那就干呗。这个你要国企拼业绩的话，万一把谁家的孩子干掉了，这多伤和气啊！企业杀毒之前，我们在公司用的是趋势科技的。企业杀毒网络安全和个人应该不是一个赛道，是的啊，这个赛道差异比较大，所以这块我真的是不明白。澳洲应该没打算加电动车关税，工党政府还是要把碳排放当成当务之急的哦，这个也还可以吧。第一次赶上直播，点赞好吧，又有一个第一次的啊。我觉得夏普的翻盖挺好看的，哎，这个现在大家已经看习惯了直板了，翻盖庸俗嘛。摩托罗拉的 V3多经典，现在还是直板看着舒服啊。很多玩人啊，喜欢玩人就去国企，喜欢玩事儿就去私企，看性格，什么人就该在什么地方待着，选错了很难受。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啊，有些时候呢还是要看运气。你国企也有干活的，私企那个闹阶级斗争的都去了啊。国内前线确实比较多啊，这个垃圾这个事儿就不说了啊，反正国内确实是前信多。前信就是从那个360那边齐向东他们分出来做那公司嘛。趋势还在的。我以前好多同事都是趋势的。趋势就是台湾一帮人，老范买的是顶配全家桶，都买盖板2万多够了啊，这个也没有，我的电脑是顶配的，然后其他东西呢基本上是盖板。手机你想最便宜的9999，对吧？然后平板因为是比较早买的了，所以我平板是有1T 的。第一次赶上直播，中国电车价格在澳洲还是不够有优势，希望工党接下来可以减免一些关税。怎么能不太有优势呢？没有优势，咱们可以再降价嘛。我就美版15 Pro Max，新加坡的 eSIM 卡流量，eSIM 卡20块钱1个 G，漫游联通甚至不用实名，流量有效期都是1年2年的，收受消息够用了，安全感爆棚，然后不能插卡15 Pro Max，反而便宜很多啊。这个但是你没法有国内电话号。企业杀毒主要是发现异常行为，记录异常日志，对，主要干这件事儿。它跟杀毒本身这个事儿关系不大。申信服也比较多啊，申信服就是那个监督员工好好上班那家啊。澳洲都没有汽车产业，加税的合理借口都没有，好吧？这个也是个挺有趣的事情，他自己不造车，要进国企那哥们儿，你要进的国企。要是特别牛，具有特别垄断地位，还是可以考虑的。其他国企意义不大。比如说烟草，等下月出了新 iPad， 我试试13寸的，好不好用 ？iPad 已经出了吧？那个是下个月应该是出 MacBook Pro。真主党刚换了寻呼机，突然集体爆炸，死伤不少。信息安全是最新案例，好吧？这个事情我们再等一等啊，看看现在各方还在反馈。有人说这个跟我没关系，台湾那家公司也说了，这个我已经把我的品牌授权给欧洲的一个公司去生产了，这都不是我造的啊，他们只是用了我的牌子，东西跟我没关系。所以现在大家还在推脱。我同学前几个月和我说，他在上海某市级银行在
江苏某市的分行因为房地产客户贷款坏账，领导要求该职员自己贴70多万，否则不批准辞职。去年他们员工年终奖是负的，员工今年要分期付款的方式倒贴银行。哎，这个反正就各种的奇葩呗。那你说银行这个它是不是不遵守劳动法？劳动法规定的是我提离职不需要你批准。平板怎么会这么贵啊？我的iPad Pro 12寸，这个还是看内存啊，你1T 的就是比较贵。申信服是政府系统里专门做网关什么鬼的？哎，反正申信服确实差点意思。摩萨德已经承认了吗？我还没看到啊，这几天应该还会不断的有消息出来。监控这方面已经防泄密了啊，以后上杀毒就只上杀毒那块了。这个就不太了解了啊。会员有多少个视频啊？其中关于 AI 有多少个？看完你的 AI 能玩转不啊？这个看完我的 AI，大部分人是玩不转的啊，因为这个你要想说我看了谁的东西保会，那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敢教你啊。会员里可能有个100-200个、200-300个视频有吗？有可能有200个视频了吧？啊，反正是我没具体数啊。AI 的视频还是蛮多的。之前用公司网络用作 RFP 内网穿透被 IT 抓了，年轻不懂，后来就老实了啊。这个好吧。可编程的先进寻呼机，饭馆用的玩意儿，加密程度竟然被拿来军用了。现在国内应该已经没见过寻呼机了吧？我现在好像也在医院里用啊，因为很多医院不让用手机，所以给医生护士配了一堆寻呼机。在国内很长时间没见着这种东西了。好，我们继续读评。GPT O1发布啊，有人讲了 O1 Mini API 需要5级用户才能使用啊，因为它是对 API 用户分级的啊，达到5级就是说你要充值达到多少钱以上，它才可以达到5级，这些人才能用。但是呢，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就是有很多的 API 代理服务，你像我们用的就是钱多多的 API 代理啊，然后在那里呢，它肯定是5级以上的，所以 API Mini 啊，叫 O1 Mini、O1 Preview 这些的这个 API 我现在已经都可以使了啊，使的还挺便宜的。再往后啊，期待 GPT 尽快把治疗癌症的方程式算出来，人类以后吃药片就好了。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也许这一天离我们并没有那么遥远啊。然后，因为现在很多人在使用 AI 做各种各样的抗癌靶向药啊，各种的这种医疗或者蛋白质方面的研究，这一块现在的速度已经比以前快非常非常多倍了。所以呢，没准过一段时间真的是有可能啊，比如说我们把手指头伸到一个机器里，啪扎一滴血出来，验完了以后呢，用1-2个礼拜给你造一个药片出来，你把这药片吃完了以后，啊，就神清气爽，就一点问题没有了。然后过几年你再去扎一下手指头，然后再给你一个药片，对吧？啊，这个可能性我觉得是存在的啊。再往后。说老范很喜欢你的节目，但是对于 LLM 大模型的数学能力，我认为远远达不到中学生水平。不知道你是否做过测试？我这儿有大量测试结果可以跟你交流。很多问题 AI 都会犯低级错误，和推理、联想等具有创造性相关的能力方面，如几何证明、代数等代数变换等 ，AI 表现很差。现在呢，我们只能说 GPT O1的表现呢比前几代强啊，而且大部分的高考试题也不叫大部分吧，有一部分的高考试题它是能做对的。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人开始在用高考试题去问这个 GPT O1，对吧？它也都是可以给出正确的答案，而且包括所有的步骤。现在呢，这个中学生的数学水平其实。像我们很多人是看不懂的，就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像我儿子到高3的时候，他那个数学作业、数学题，我是从来不看的，看也看不懂，自取其辱而已。至于说 AI 呢，
有的时候他犯错误的原因其实不是他的数学不好，而是呢我们的题目出的可能有一些弯弯绕绕，出了有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文字描述的本身是有一些陷阱的，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现在 O1的整个的数学水平已经是相当不错了。如果你是使用 GPT O1 做的测试，你可以告诉我，比如说到底是用了哪道题，几年级的。但是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你告诉我你用了几年级的哪道题，我未必看得懂，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悲惨的事情吧。再往后啊，这个我们看看这边有什么。老范的 AI 视频有一定门槛，不是教程类。我呢想做教程，但是感觉呢距离教程还是有一些差距，因为我毕竟是个老程序员，就是有很多东西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对吧？这个你比如说，这个土拨鼠经常有时候找我一块直播，然后后来我说为啥呢？他说也很简单，他是做航天的，对吧？他这个很多问题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到我这儿呢，我就会有很多外行问题去问他，那他就可以，给我做很多的解答，然后大家会听起来比较开心。我前两天呢也跟这个塔主聊了1个多小时，然后呢，我也是发现说，哎，以我这个程序员的很多理所当然的这个东西，跟他这样的一个教英语的老师去沟通的时候，发现这个里头还是有非常非常大的障碍的，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可能也需要慢慢的去适应，就是如何去做出一门完全给非程序员去学习的这种 AI 课程，包括一些粗浅的这种编程知识的训练的话，这个呢，现在看确实有一点点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我也再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朋友吧，一起来去碰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出这样一套课程来。这个也得看一看因为现在对于我来说还是，呃，有点难因为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东西叫知识诅咒，就是你学会的知识你不能把它忘掉，对吧？这个我成为老程序员了，你说现在让我怎么去设身处地的从一个完全不会编程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这个事情我已经没办法了，学过了就学过了，对吧？这个有用抠机的赌博这个我还真没见过。你得去看中国 AI 教父李一舟的 AI 课程这个就别费劲了我们还是看看怎么能够做一些国内的这种新的课程吧。在公司不连 WiFi 电脑没有必要，也不连公司 WiFi 这个是什么情况？最后一个寻沪台127好像关了至少15年了吧？是的，但是呢，现在还是有很多这种寻沪天线就是有些单位内部有，就是现在我们会看到有一些楼顶上还是有那种就是一根棍儿上去以后，然后上的像星星似的展出好多小细叉那个玩意儿就是 BP7 天线。然后你只要看到有这种天线立在楼顶上，就是它周围有一片区域 BB 机是可以工作的。这几千人不都是真主党的骨干吗？这招真绝这个不但是绝，而且未来一段时间他们在使用任何新的电子设备的时候都要小心那么这会使他们整个的指挥系统陷入混乱的。我是第一次，真第一次这个好吧，老范你好老范你真是很高产，能听到很多投资人视角的观点感谢。这个怎么说呢？我前面录了一期这个，OpenAI 融资65亿这一条视频，说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来吃瓜，对吧？就是说从一个早期投资人的角度来看，这个里头都包含哪些东西。结果我发现那条视频就没人看，然后也没有人留下什么评论。估计大家可能是听着太无聊了，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不太确定。会一点前端做独立网站，能看懂不这个前端也是挺好玩的吧？摩萨德屡出奇招是，摩萨德还是挺厉害的。台湾那间公司的寻呼机市场占有率是95%，而且居然没有大陆工厂。大陆你卖不掉，你谁弄的工厂干嘛？
当年用寻呼台大段的给女友留言说肉麻的话，现在想想都想吐啊！暴露年龄了啊！这个我是没怎么在寻呼机上玩过，我呢，我好像就没有过寻呼机，对吧？我是第一只手机大概是1997年，还是好像是96年还是97年买的，所以我是很早就开始用手机了，应该可以吧？抠机和对讲机，赌球赌马标配啊，这个真没见着。GPT 犯一些错误，你给他指出了，他也承认，下次你再问他还犯同样的错误，他不学习嘛？啊，他不是不学习啊，这个其实前头讲过很多次了。GPT 呢属于叫无状态服务，就是他不能记住你说的任何事情啊，因为他如果记住了以后会很可怕的，而且对于他来说成本也很高。对，为了让他不会马上就对你谋财害命的话，还是让他忘掉吧。无线电爱好者有玩 BB 机的啊，好吧，但是你没有天线，你咋玩？只伤不死，后勤雪上加霜，士气打击也巨大。是的，老范或许不需要担心那些编程细节，你出教程，其他的会员可以开注解视频啊。老范才华横溢，高屋建瓴，出那种面面俱到的手把手填鸭式教程，或许不好看啊。这个还要再看吧，这块到底怎么做？感觉我可能比较适合跟你一起做教程啊，我半开发半实施，整天对小白，不过担心知识储备跟不上啊，这个可以试试啊，可以试试。当年汉想 BB 机是身份的显示，不过 BB 机很快就被手机干掉了。是的，BB 机也流行了几年，我记得好像是91年、92年就开始有 BB 机吧，然后大概是到95年、96年、97年，在这几年以后就没了。第一次用 BB 机是91年的摩托罗拉啊，最后一次是2001年啊。我到后边倒是还见过，因为我后边在医院住院还见到过这东西。我问 GPT 他学不会的问题，他如何学会呢？就像家常说就像家长说小孩子都讲了几遍了，你还学不会？现在 GPT 是这样的，就是你如果是开长期记忆，就是你如果是OpenAI 的 Plus 会员，它里头有个选项叫长期记忆，你开的话，它是能记住一部分的啊。你说给我记住这件事情啊，它会记下来。但是呢，这个记录的部分到底怎么起作用，这个事情我并没有太搞明白。好，继续。宗馥莉被娃哈哈员工起诉这一条啊，我记得你上次说宗馥莉辞职的时候说他肯定玩不过那些老江湖，会退居二线，做个富贵闲人。这是不是预测失误了啊？这个首先承认啊是预测失误了，他还是把这些老家伙都干掉了，但是呢也不算完全失误。我一直觉得他在家做个富贵闲人是一个最佳选择。对吧？这个现在他既然选择进这趟浑水了，现在我们也看到结果了，被人起诉。至于这件事到底是不是能下一次继续摆平呢，就不好说了啊。然后如果下一次没摆平，他是不是依然有回家做富贵闲人的机会呢？也不好说啊。所以这个在上一次直接回家做富贵闲人，其实才是一个好的选择。再往后说，赛力斯其实财务情况算是中国车企里边很好的了。我在理想汽车同行有蛮多跳去赛力斯的，他们现在财报挺好的，给的薪酬也不错啊。赛力斯是这样，就是他呢财报上是亏损，就是中国很多的这种就是我能够让整个的企业的市值上升，就算是很好的财报了。哪怕说你亏损，哪怕说你不做任何回购，不做任何的这种，就是市值维护的事情，对吧？那都算是挺好的，也算矬子里拔将军吧。但是我依然觉得它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状态。呃，
继续。刚才谁说自己整天面对小白来着？试试跟我解释一下，我1秒让大家了解什么叫小白。哎呀，你这个离小白已经差很远了。我告诉你啥叫小白吧，像我95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学去了 UC DOS 啊，很早期了啊 UC DOS。然后呢，有人给他打电话说那个您好，我们现在那个在往电脑里装这 UC DOS 软件，然后需要换光盘、换软盘。当时的 UC DOS 大概是8张软盘啊，说那你换呀。他说我换了啊，上面出了一行字说你是不是换好盘了？然后后边有俩字母，我不知道该选哪个了。说在这个时候你应该选 Y 啊，说这键盘上哪个是 Y 呢？说长得像个小树杈那个是 Y。然后过一会儿说，哎呀，我发现有一个是3叉的，一个是4叉的，到底哪个是 Y 啊？啊，说这个3叉的是 Y 啊，行，这才叫小白呢啊，你这个离小白差的还是比较远吧？现在24小时带随身 WiFi，不用任何非本人的 WiFi 啊，这个也算是比较执着的了。深入浅出这事儿，只要放弃精准，一切好说。这个回头可以去碰撞一下啊。宗馥莉为什么不自己做点别的呢？难道是因为家族容易，他都海归了，在国内做生意是什么情况又不是不知道啊？这个反正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吧。回复老范半个小时前的一条评论，就一个摄像头能用顶配这个处理器的各个厂家的旗舰，只有只带数字的就是。什么叫只带数字的就是？其实有挺多这种只有一个摄像头，然后是用旗舰芯片的啊。是什么呢？就是那种游戏手机啊，有很多这种就是电竞手机，他们那个就是对于摄像的这个要求很低，但是呢，对于 CPU 和屏幕的要求特别高啊。你可以试试那种。是不是哪里有点卡？不卡，我这儿没显示卡，我这儿好好的。我可以试试，经常给小白朋友用生活例子解释编程、数学、经济、疫苗那些，多数小白不是听不懂，而是不想听。对呀，这个不想听这个事儿还是失败了嘛。3叉还是4叉，我服了，还是他更白。对呀，你是个教英语的老师对吧？Y 你找不着这个事儿，你是不可能的。好，我们继续。这个中国创投完蛋了啊！这个说为什么只有国资和美元基金2种选择，没有非国资的人民币吗？有啊，对吧？原来我们基金就是非国资人民币，我现在不是在跟大家讲故事了吗？对吧？这种非国资的人民币基金呢，现在其实已经很多的，反正赚不太下去了啊。而且很多的这种非国资人民币基金呢，其实他们也会去找国资去募资啊。像我们以前其实里头也是有一些国资的股东的啊，所以就很难找到这种完全纯个人或者纯这个私有的这种人民币基金，这个确实是少。再往后，李开复不是还在活跃吗？看李开复就好了。我感觉中国的商业公司太多了啊，但是比较有公信力的基金会，比如开源软件基金会、树莓派基金会之类的太少了，一直强调商业的公司，而不强调公益性质的基金会。说老实话，我觉得中国不应该是这样。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公司都得益于自由软件、开源软件。虽然我不是搞技术的，都说别人一开源有公司就自主研发了。中国投资的话，应该都是看遥遥领先这些企业吧。摘下来就是新能源汽车啊，现在钠离子电池官方还没有下达一个标准规范文件，将来应该也是有机会的。从长远看，中国的出生人口肯定是断崖式下跌，然后公务员太多，也是个尾大不掉的麻烦。如果按照市场化规则，就应该用 AI 替代相当一部分公务员的岗位。其实这个只要是人在中间，肯定是或多或少的搞一点啊。这个后面我们就不读了，这位朋友写的实在是很长啊。首先呢，我们要讲中国是有挺多的这种开源软件基金会的
我自己还是其中一个这个基金会的顾问，叫做天工开物基金会，在重庆的一个开源软件基金会。但是呢，这种开源软件基金会是不投项目的啊，它跟咱们讲的这种投资基金是完全两回事啊。中国的商业公司绝对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啊。现在一定是需要这些基金会啊，需要新的公司。然后至于说这些公益基金是不是有公信力，是不是这个公益做得很好的话，你去看这个中国红十字会就好了，对吧？所以公益基金未必是一个多么好的案例。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有更多的商业的投资基金，然后有更多的创业企业才有可能把东西做起来。而李开复现在在中国混得风生水起呢，其实反而是一个非常反面的典型。为什么呢？你想他其实是上一代，他比我还早一代呢，对吧？那么老的一个人，然后还拿到钱，然后去创业，那他拿到了钱，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就没有拿到钱的机会了。它并不是说挤占了年轻人的机会，而是什么呢？反映了现在的创投市场，大家的投资逻辑更愿意把钱给这种老头。那么这对于整个的创新来说都是一个噩耗啊，这是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啊。这个李开复，而且他算是一个台湾人啊，他不是一个李开复现在国籍是台湾还是美国，我不太确定啊。他反而是个台湾人。这个他肯定不是大陆人这个还是有差异的。再往后，这个创投和电商那10年害死了很多实体经济和传统公司这个功过并存双刃剑，现在一蹶不振的烂账还没搞定，还想继续来这件事是这样的，就是你只要是经济在发展总是一个新陈代谢的过程，总会有这个新的公司去替代旧的公司，替代旧的这种商业模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说，这个你把旧的替代了，你不许干了这个怎么说呢？你就跟这个金上一样既要又要，还要也要，那最后就啥也没有。好，我们来看看这边。非国资基金已经成为故事了，是的，这个确实是少一些了不过现代人要白成这样也是难所以这是一个95年、96年的故事嘛，对吧？这个故事到现在确实是有点难了我认识一个中国红山的，在家带了2年娃了，其余时间做饭，帮老婆用 AI 做设计，帮朋友的易经培训班站台。他朋友也是红山的，对挺好的呀。他红山估计已经财务自由了，这个我觉得大家呢不要一说是投资人就财务自由了。你像我现在不也在努力的在录节目，然后再赚每个月的饭钱吗？对吧？投资人其实也是一种工作而已，或者叫投资经理像我们也就是投资经理，也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也是拿工资的，投好了年底绩效给打个 A， 也就这样。国内学编程的大学生除了考试那点题，什么都不会的多的是，甚至电脑硬件由什么组成的都搞不明白。这个有这样的就像我当年学编程的时候，大学4年学完了以后，搞不明白电脑拆开了以后长什么样的人是大有人在的。但是这些人考试成绩不差，对吧？但是也有像我这样的考试成绩一般，然后呢自己装个电脑，自己整各种事儿都整得很明白的人也有这个就是动手能力跟这个考试能力吧，它其实差别还是很大的非国资人民币基金以前背后很多是山西煤老板投资的吧？也没有就是原来呢，很多企业手里还是有一些人民币，特别是一些上市公司 A 股上市公司手里有，但是呢现在呢这些 A 股上市公司呢不让他们这么干了因为他们原来拿着这些钱做的这些国内的人民币基金，他们其实好多是给自己做市值管理的。就是什么叫市值管理？就是我比如说是一个做水泥的公司然后我们天天烧水泥卖水泥，然后这个生意做得苦哈哈的，怎么办呢？我组织一个人民币基金，然后呢你们出去给我投游戏去投了几家游戏以后，最后孵化出一好的来我水泥公司把它收购了，
收购完了以后呢，我这水泥公司就变成游戏公司了啊。然后呢，这个你就按照游戏的这个估值方式、估值模型来给我算新的市值了啊。因为水泥公司的 PE 是很低的，而游戏公司的 PE 很高。就是原来很多国内的这种纯私人的这种人民币基金，好多都是干这个的。现在呢，这个上市公司就是整个 A 股就变成那么爷爷奶奶个样，对吧？也没法整了，所以这个就没什么可做的了。我以前在大国教过大学啊，成天就是琢磨如何把分数送给学生，但是，得送的多少有点风度，这个，这个反正也都是相互之间很难谅解，对吧？所以读大学学会修电脑还是很有必要的。我虽然不读 IT，但是靠修电脑收获了很多师妹的好人卡。好人卡顶什么用啊？对吧？还是要更进一步啊。第一次赶上直播啊，我正在2倍速追赶。你说你都有小扳手了，怎么可能是第一次呢？我们继续啊，这个外商独资医院说想多了啊，不会有外商独资医院进来的啊。这件事我倒是不认可，因为外商独资医院呢，它是个好生意，对吧？这个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的。中国有这么大的这种医疗市场，有这么好的盈利机会，那么总是有人愿意来挣这笔钱的。再往后啊，说现在中药材不行，导致药效下降很多。这个怎么说呢？现在各种假中药啊，或者是用各种的农药、化肥做出来的中药呢，现在也是大行其道。然后一帮这个认为中医就是强的人呢，还是在不停的折腾，对吧？因为中医拿到的中药都是原来采集下来的，对吧？是山参，对吧？各种野生中药，那个药力是很高的。你现在靠这种农药、化肥种出来的中药，然后你再拿去，比如说甚至还拿硫磺熏过的，对吧？然后你拿这样的中药再去按照原来那个方子去开了药出来，这玩意儿能好使才怪了，对吧？这是不可能好用的。这个再往后啊，急诊等10几个小时在新西兰是常态。以前有朋友洗澡的时候浴室玻璃破爆了，脸上扎了满脸玻璃碴，去急诊，医生看了一眼说等等，然后等了一个通宵。这件事情对于中国人来说确实比较难以想象啊，因为在国内的话看急诊还是比较快就可以处理掉的。就算不是急诊，你比如说像我在301啊，在这种医院里头去看病，还是基本上半天就可以搞定所有事情啊。这个看来海外的这种医疗，就是你觉得它的制度很合理，但是这个等待实在是受不了啊。再往后啊，上期的这个就是周日的吃药直播里头啊，有人说了啊，说这个 Jeff 在国内外企咨询顾问的通病，就是努力的想在两极之间挣扎找平衡，力图人设高智商、公正客观，结果感知往往欠缺常识、不近人情，这个暧昧的粉饰太平，缺乏立场，或者立场摇摆，这个缺乏内核的价值观。立场，这是国内韩混和和稀泥教育的结果啊。这个事儿，这个做咨询的确实是这样，因为他们有时候有了一个很明确立场以后，有可能会担责任啊。他不像我们这些以前做投资的人写投资报告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一个像打耳光一样响亮的立场，否则的话，你的投资报告压根儿没人看，对吧？这个都是一样的，就是跟他们的这个肯定出发点不一样嘛，大家有自己的这个工作习惯。好，再往后啊，说这个米哈游创始人用 AI 做游戏啊，这一条里头呢，有人说了，说为什么人人都要去做游戏呢？做点别的不行吗？啊，这儿呢，我要很明确的跟你说啊，以后就是人人做游戏啊，不会去做别的的，啊，或者做游戏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游戏呢是一个新的空间的拓展，因为人类其实可以拓展的空间就是两个，啊，一个是外太空，一个是虚拟空间。做游戏其实就是在拓展虚拟空间，啊，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外太空的话，啊，所以马斯克这帮人就说千万不要去搞元宇宙，搞元宇宙以后，人类就被锁死在地球上了，就再也没有精力去
征服火星、征服宇宙了啊，这个你们就有了一个另外的无限的这样的空间可以去探索，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好，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以前做客户端软件打过来解决电脑问题，我说双击打开我的电脑，他问你打开你的电脑干嘛？这个都有，这个各种奇葩的人都有。李博士宣告放弃了美国国籍，所以理论上说应该是拿台湾护照的好吧，这个李开复的情况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多数中国人对急诊的理解其实是有问题的，急诊其实是要治那些马上要死的人，急诊只救命不治病。我觉得中国理解的就是中国的医疗状态吧。不对，这个梗，这个心梗好啊，第一次，没赶上直播，好吧。我还没仔细看，第一次赶上直播，原来是第一次没赶上直播，这个没仔细看啊，这个不经过塔主的提醒，还真的是没注意，好吧。这个关于小白的故事再给你们讲一个吧，因为我们这些做过这个什么的人里头，做过这种一线客服的人，就是会攒好多这种小白故事这故事好像我忘了是在哪个书里边看的他是什么呢？说突然有一天有人打电话来了，说这个我们家就是电脑坏了这个需要维修一下。然后呢，人就问他说：“你们电脑怎么坏了？”他说：“我电脑上那个茶杯件坏了现在需要维修。”然后呢，这个接电话的人说：“哎，说电脑上没有一个东西叫茶杯件我们设计电脑的时候没有这东西说您能描述一下这个茶杯件长什么样吗？或者是不是我们电脑上的东西啊？”然后这顾客就说你有就是你们电脑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茶杯件可好使了，对吧？今天就坏了说这个每次这电脑一开机，然后我一摁呢，它就吐出来了，然后我就放一杯茶上去，然后等到关机的时候呢，我又摁一下，它自己就缩回去了然后呢，这个今天呢，这个电脑开机了以后，我一摁，这个茶杯件不伸出来了。这个维修人员想了半天说，您用那东西是不是叫光驱对吧？这个，所以呢，小白的故事，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蛮多的学编程不知道电脑硬件其实不是什么大事我都写算法论文，超级电脑编程了，也不知道电脑硬件的具体。后来自己买了电脑，得自己维护，于是就会装机了。很多东西都是适度的抽象，例如有几个编程的真正明白芯片光刻机几纳米的事情这个，还是怎么说呢？就是当你能够理解这件事情，对于编程还是有帮助的但是你说我完全不理解，是不是也能干？也是可以的。咱们这些搞电脑的人管这个过程叫透明就是这一部分对于用户来说已经透明了，就是你不用管它的原理，让它干活就完了。好，继续。感觉现在老板说期权和股份，除了名义上好听之外，啥用都没有这就属于信心崩塌了以后的问题。马斯克讨厌元宇宙，因为元宇宙去另一个世界财富去会再分配他一个首富当然不愿意，而探索火星，他是可以到火星上当酋长的，比总统都大。这个我觉得没必要这么思考，就是人类的资源精力其实还是有限的。如果大家都去探索元宇宙的话，那么火星靠他自己一人也搞不定上年有个同事联系我，说拿到投资做旅游元宇宙，我问是哪里的钱，他说是西部某城投的。好吧，那这个钱就不见了，就完事儿了呗。还好多问了一句，不然把自己搭进去就完蛋了。对，这种钱你给他弄没了以后，他真的会算你国有资产流失的现在考虑搞一种通识教育，
关于各行各业的啊，这个要求太高了。4070的本子现在够用吗？GPT-5会不会带来质的飞跃？首先 GPT-5跟4070没关系啊，人家是在服务器上跑的，也不在你的电脑上跑，所以你是什么 GPU 跟它是没有关系的。4070怎么说呢？其实我觉得，如果你能买苹果，还是尽量买苹果。估计下个月吧会出 M4的。光驱这梗太老了，同期还有猫。猫是什么？我还没听过啊，这个回头再弄查备件的。现在学生学习焊接电路板编程有意义吗？这个现在那个电路板都不是焊上的，都是粘上的。我以前上大学时候也很小白，清理电脑腾内存，把 C 盘给删除了。好样的，我们只能说好样的。我还真不信脸上蹭蹭流着血，急诊会让你等通宵。你朋友夸张了，估计伤口情况并不严重啊。这个，反正我没在这种地方待过，我不知道。感觉现在部分95后，好多00后都不会倒腾电脑。是的，现在会倒腾的人少了。今天直播真欢乐，欢乐人不够多，那咱们就接着欢乐吧。调制解调器啊，56K 那玩意儿啊，我还用过30几 K、33.6K，都玩过。但是我没用过最老的啊。现在有些电影里那个最老的调制解调器是有一个麦克风，然后你把那个电话那个听筒直接扣在上面啊，这个我没见过。我见过的调制解调器已经都变成各种各样的灰的、白的小盒子了。好，我们继续。这个今年的月饼不香了啊！有人说祭灶腊月23吧，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应该是我说错了啊，我好像说的是腊八啊，应该是腊月23祭灶。这个确实也没有这种习俗了吧？我们家现在也不贴灶王爷啊，这个确实是搞错了，腊月23祭灶。还有啊，估计是在美国说一个月饼$6，很低端的月饼。好在老婆孩子都不吃，某人独享4个独物。天哪，这东西在美国有这么贵吗？没想到，但我估计还是因为太少，就是如果量大的话，价格就会下来。你量又少，然后还要符合美国的各种这个食品安全检测的这个机制，所以贵一些也是合理的啊。还有人说啊，月饼太实诚了，而且硬，一块月饼顶半份饭。这个事儿呢，要这么讲，就是其实很多早前留下来的食品都有这种问题，对吧？你像月饼，1年吃1回，那还不可以尽量做佐事了？那个时候你说我要给你做一个喧喧腾腾的月饼，啊，这个谁买呀，对吧？人家觉得你做生意不实在，所以一定是给你塞矬事了，啊，以前好多这种食品，就是搁什么这种大肉做的很多的菜。为什么？因为不是天天能吃到，好不容易吃一次了，你一定得把这个油啊、肉啊、糖啊都给人家放佐实了啊。但现在呢，大家都不缺这口吃的，都说我要健康，对吧？我要做一些其他的这种身体的这种管控，对吧？所以这种月饼就没法吃了。这是一个时代的演进啊。再往后啊，说不是广州酒店，是广州酒家，在上下九广州粤菜的代表啊，这个应该也是我的一个错误啊。一般我说错了的，给我更正的，我都会把它贴出来念一下，这个就是刊物一下，对吧？这个广州酒家啊，这个他们家的月饼我可能还吃过，以前好像有时候公司送这个玩意儿啊，但是后来就没什么印象了。其实我说不太清楚这个广式月饼到底吃什么。除了蛋黄莲蓉、蛋黄双莲蓉和这个各种莲蓉馅之外，我还真想不起来广式月饼吃什么了啊。然后还有人说，上海人的肉月饼是4季都有卖，区别是中秋节大厂可能要排队，另外可能会有一些平时没有的特别风味，比如榨菜和小龙虾的啊，其他的时候都卖。我在上海好像还真没吃过这个东西。这种月饼是凉着吃是热着吃的，然后呢，这种月饼在中秋节之外它还叫月饼吗？啊，这个我不确定啊。这个上海的肉月饼，
我好像在上海吃过一些肉的这种饼状的东西，但好像不叫月饼，我记得。所以这个有上海的朋友可以跟我讲一讲这个，上海的月饼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好，我们已经把网上的都读完了啊，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老范觉得今晚的议息会议会降50还是25啊？我觉得50吧，这个怎么办呢？越来越疯狂嘛。别说95后啊，我都是懒得倒腾了。现在都是笔记本，你像我让我儿子，他那个电脑还专门买了这种拆机清灰服务呢，对吧？谁会去倒腾那玩意儿？我的笔记本我自己都没拆过。我大学编程考的不错的时候啊，其实真没用过电脑。开始大家教编程的时候也没用过，照样头头是道。是早期的，像我最早学电脑的时候，用的是 VAX11750啊，是一种小型机啊。那个时候想去约基石上机可费劲了，那玩意儿叫猫，是的 ，modem 的音译。以前在一个公司，座位上放着一本图形学的书，有个人来过，有个人过来翻了翻，聊了几句。过了很多年才发现，那个人在微软是李博士，好吧？这是一个有趣的经历啊，是 modem 的音译。以前听说有人打群架去急诊，有人满脸是血，大夫一看说先等等，另一个看着没啥事胸口扎了个小眼儿，一喘气儿就往外慢慢渗血。大夫说赶紧送手术室。这个大夫肯定，我估计就是这些人到了医院以后啊，他让你先等等，如果真的在等的过程中出事儿了呢，这个大夫还是要承担责任的。所以人家也不是随便让你等，不是说等在那儿死了完拉倒啊。好多年没见过那玩意儿了啊，感觉应该已经绝迹了。什么东西啊？那个 modem 哈，是上海肉月饼，平时也有啊。哎，我下次去上海要是买一个尝尝，反正北京是没见过这东西。3折华为的广告就能看得出来，没想卖给年轻人，太土了。哎，这我也是觉得土。如果我没记错，广式月饼其实也不准确，这是澳门一家酒店厨房发明的，符合了葡萄牙甜点的配方和工艺啊，是这样吗？真老大真老大房南京路店的鲜肉月饼，天天排队。哎，等我啥时候去上海的时候，咱们尝尝。鲜肉月饼常年都有，冷吃热吃都行，常年都叫鲜肉月饼。哎，看来这个玩意儿真的是我孤陋寡闻了，没吃着啊。这个中秋我自己 DIY 榨菜鲜肉月饼，这是现在上海比较流行的。下次去上海要试试。查了一下，李开复似乎博士搞的是语音识别，是的，不知道图形学造诣如何，这个就不了解了。苏州肉汤圆非常好吃，汤圆我还真没见过肉的啊，我是只吃过有一种叫叶巴的东西，是四川菜，它呢那个其实长得像汤圆，但它那玩意儿是蒸的，它呢是把一个里头有肉的这种汤圆搁在一个白菜叶或者是一个什么菜叶子上包起来，然后呢放在一个屉上去蒸，等于一屉里头是一大堆包着菜叶子的这种汤圆，因为你不包菜叶它就粘一块了嘛。然后那个东西是真好吃，咸的。所有这种煮着吃的东西，我吃的都是甜的，没吃过肉的汤圆。后天去上海出差，尝尝上海肉月饼。好啊。鲜肉月饼估计离吃不惯，是咸口的啊。我这道问题不大。哎，好像是苏州还是哪儿有一种，不是，叫金桥烧饼还叫什么烧饼，是很小圆的啊，特别特别脆，然后里头是肉的，然后有那个肉是那种像肉丝儿似的那个真好吃
啊，是叫什么月饼啊，什么烧饼啊，好像是叫苏州烧饼还是叫什么烧饼，我忘了啊，那个真好吃那个玩意儿。酥皮包，酥皮包子，好吧，这个东西叫酥皮包子吧。山姆有鲜肉月饼吗？还真没见着。上海肉月饼全年都有，最好吃新出炉热的，回家微波炉空气炸锅热也可以。上海杏花楼广式月饼也全年都有，全年都有人吃。老范对于月饼的理解仅限于北方人的习惯。是的，看来这个我在上海待的时间还是短啊。不叫肉月饼，很多人听不懂，要叫鲜肉月饼啊，好吧。上海的鲜肉月饼是咸口的，很多北方人吃不惯。我把它当包子吃不就完了吗？据说今年阳澄湖大闸蟹也翻车了，没人买了，好像是。但我吃大闸蟹这事儿本来就不行。上海淮海路上的光明屯常年排队。哎，下次去上海一定要尝一尝啊！黄桥烧饼，对对对，好像是这个名字。广东肉甜咸口的啊，这个你受得了？哎，我这可以的，就是广东的那种广式香肠，我是非常喜欢啊，切成丝儿啊，切成小块以后拿去煮粥喝啊，太香了。阳澄湖大闸蟹这几年应该都不行啊，一来假货太多，洗澡蟹；二来价格被打下来以后就不新鲜了，最后当然是没钱了。我估计觉得最核心还是没钱了。昨天只吃了酸菜肉月饼，口感很奇特，行吧？我觉得你们可以试试什么折耳根月饼啊。小时候吃土制月饼，白面皮包豆沙，上面盖红叶啊，所以啊那些所谓的广式月饼，都有的卖，但那个时候也不叫广式，就月饼啊。香港亲戚回乡就带一盒，广式应该是后来开始全国销售的广告用语，好吧？今年发现苏式月饼多起来了，这个还没怎么吃过啊。老范说的是四川叶吧？上海也有肉汤圆，叫咸汤圆。上海我还真没吃过这东西。金华酥饼，哎，应该是啊，应该是，反正是很香，还有点辣。它那个酥饼，三只羊这个月饼是真翻车了，目前看应该是翻身无望了啊。这个我倒不认为。正好今天录了一条三只羊的这个月饼翻车的事儿，我觉得呢，它反而是。还算了，明天早上看吧，我那个视频还没剪完呢，等我待会儿下了播去剪视频去。你喜欢那玩意儿，这个给你快递点要不？不要快递，那个东西快递不合适啊。这个等我下次去上海，或者你们谁从上海到北京来，这个玩耍或者出差的时候，可以给我拎一盒，对吧？这个什么肉月饼啊，找点这个合适的给我弄来，然后我到尝一尝。你说的那个四川叫叶儿吧？对，内馅儿是芽菜，有芽菜有肉啊，反正很好吃那个东西。大闸蟹也是信息不对称，卖的说是真的，买的是想假的。哎，这个大闸蟹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因为很小，吃的又费劲。15的月亮16元，16的月饼1元钱。对，这个东西就卖那一天啊，过了15就没有了。有苏式月饼，有没有美式月饼？这个要问在美国了。卡尔三只羊这个假香港月饼，今年也不是头一回卖了，也是服了。其实不算假的，人家是真月饼。我感觉还是烘焙店的鲜肉月饼好吃，买的盒装，不管是豆沙的还是白果的都不喜欢。好吧，苏式金华酥饼里是梅干菜，猪肥膘肉丁啊，是这个就不能讲这个了。金华酥饼是干菜肥肉的啊，要小火焖的，把猪肉里的油刀烘到饼皮里啊，这个吃着就香啊，听着就香。
不行了，我们现在开始转吃播了啊。3只羊纳税2个亿，只要不查税，问题都不大。只不过直播带货肯定会坑你，这个不能这么讲。苏式武器，现在长江野生蟹好像更贵。哎，这个其实真正好的大闸蟹在莱茵河里啊。以前广式的就叫月饼，苏式的叫苏式月饼，这个就不知道了。今年台风太多了，今年反正整个的天气都比较奇怪。曾志伟这次不知道是被坑了，还是自己故意去坑3只羊的，这个你们等着看节目吧。今天这集题听的过瘾啊，是前半段让我一个小白觉得别人更白，后半段听了电子哈喇子都流了一地似的。这个我们不能再讲了。明天上海明天又有台风啊，这不刚过去台风吗？是原来那一个吗？还是第2个？感觉月饼里最好吃的是蛋黄的啊，这个纯蛋黄做月饼那多大成本，而没有纯蛋黄，都是蛋黄莲蓉的，最多就是双黄莲蓉。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月饼是五仁的和火腿的啊，就是北方的这种云腿月饼啊，那玩意儿是真好吃，甜咸口的。云南云腿月饼啊，你看我们在讲到一块儿去了吧？啊，这玩意儿是真好吃。第2个全是通告，学校提前放学，好吧，这就没法整了啊。第2个台风，原计划明天去上海的，就因为听说台风改后天了。好吧，好吧，好吧。台风是飞机起不来。好啊，我们今天就不到200人啊，把这个这一会儿到203人了。好吧，我们今天的直播到这里啊，读评读好了，然后这个月饼也吃了个够，然后让我去剪我剩下的这个视频。感谢大家收听，下周3咱们继续老范读评。榴莲月饼这算了，这个太太逛街买了越南月饼，好吧，越南还没想到他们吃这玩意儿，没有韩国月饼吗？中秋节不是韩国的发明吧？2024异常天气，对，这个就这样了啊。这叫什么台条月饼？这个不认识这字儿啊。好，再见，再见，再见，结束。